我这一次相亲可把我气得不轻啊！说好的给我轰一个见面礼的风包，结果打开一看是一块黑不溜秋还小号的银元。这个是一块黑彩中元，它这个包浆味道不错，大小确实比常见的袁大头小一号。送给你一块中元，就表示对你认可啊。我个人看，这比红包强多了。哎，我知道是对我比较认可，本来我长得也不差嘛。关键是这么小的银元也太寒碜人了，分明是看不起我呀。其实我觉得恰恰相反，因为银元啊，从来都不按大小来定价的。如果真看不起你啊，他就不会给你这个银元了。而你这个中元啊，你看品相也不差，尤其是他这个头发，哎，你看都是全发丝，哎，背面又带包浆，说实话，比给你红包有分量啊。它能有什么分量呀？我去今年称过了，也就10几颗银子而已。今年老板都说了，还不够换半只银手镯之类的。金店那老板他幸亏啥都不懂，你别说半只银手镯，他就是给你几只银手镯，你也不能给他换。银子现在金店才卖10来块钱一颗，而这种银元虽然说它的含银量不纯，但是它好歹是过去的无机文物，因为不可再生的缘故，所以绝对不能按这个银价去算。我知道这是按个算的呀。我同学之前家里就有，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们2个还卖过一个，好像比这个大点儿，才几百块钱。那你说的几百的话，应该是袁大头。袁大头是主币，而这种中元是辅币。你在过去是2块中元才换1块袁大头，但是现在收藏它讲究一个存世量越少越贵。袁大头它发行过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而这种中元啊只发行过一个3年的缘分，所以肯定一点的。这比袁大头这贵很多。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，越小越贵的。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吧，第一次见面，男方都应该封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嘞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红包装多少钱是无所谓的，像你们女孩最主要的还是要的是一个被重视，因为你对这些银元也不懂，所以总感觉啊又小又黑，应该是不值钱哈。确实是今年人家也没说有没多重。问问我的朋友都说值几百块钱。我实在也没办法了，找你们来看看。不值1000的话，我就给他退亲。退亲这个有点严重了。首先你先后问的人不对，加上自己又不懂。你看这个银元谐音姻缘，从晚清一直到现在啊，有很多女孩陪嫁，大部分都是银元，这就是取一个圆圆满满的寓意。男方送给你这个应该是对你表示满意，这个是理解层面啊。另外中元的价值而言啊，这个完全是看它的存世量和状态了，因为中元是辅币，在民国啊它这个使用率不高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元含银量低，大概在80%多一点，所以当时啊就造成它这个银色不足，大部分都会选择手里边有中元就会优先花出去，因为含银量低一点，所以铸造过程当中啊有很多都是偏弱打类，也就是说好品样的并不是太多。就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可以清晰的看一下它的发丝，整体还是不错的，最起码没有弱打，流通痕迹也不明显，又加上带点黑彩包浆，我个人看大几千块钱还是有的。大几千块钱啊？对。你得为你的研究负责任啊。负责任，因为这关系我一辈子的终身大事。那是，这可不带闹着玩的。对，这个银元的价值不会给你胡扯，因为现在这个银元主要是看它的这个状态说话的。你即使是同一币种，品相有所区别，那价格区别也很大。因为你这个状态比较好，可以随时随地变现，想用钱的时候可以变现换钱。那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就完全放心了。对，说实话，我刚拿到手里的时候，看它又黑又小，我还以为他看我年龄小糊弄我了。真是糊弄你的话，那就真不能给他原因了。你想想，第一次给他们打交道，你不说咱们这边对吧，规矩有多少吧？就说这个女孩见面礼是吧，得有个差不多。人家经常说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你这个中元啊，秒杀咋说秒杀一条街吧。好好的放着，以后急用钱的时候可以随时变现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为我解开了一个难题，毕竟是定情信物。对，往后去急用钱的时候我再卖吧。好，谢谢哈。俺邻居有点说话不算话。咋了？去年我帮他一个大忙，他送我1块银元啊，昨天又反悔要给我要走了。邻居的帮个忙很正常，送给你1块银元又反悔要回去，确实不妥。来，我看啥样的银元。我也感觉不妥啊！当时他给我的时候，我都不想要。要不是他抢2千个爷们儿，我才不要他的银元呢。那你这个银元当时2000块钱买回来了，怪不得昨天那邻居要给你要回去，因为这个银元啊，它不是一般的银元，
MS61的大清深斑龙状态在这放上来，你看壁面多少它带光，你这2000块钱买回来相当于是捡大漏了。我想当初那邻居给你的时候，他应该是不知道价值，不然啊他也不会给你抵2000块钱。可被你说着了。昨天他告诉我，当时他也不知道多少钱。原来这块银元是他闺女的定情信物。他说多少钱都不能卖。你说这一块破银元，他能当什么定情信物呢？给你纠正一下，这个银元并不破，一般银元啊能达到 MS61分，注意说明这个银元啊没有流通过，在所有银元品项里边，它是数一数二的。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啊。拿这个当定情信物，当传家宝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寓意着婚姻美满。它就像商品一样，你急于用钱的时候啊，可以随时变现。既然邻居给你要了的话，那你就直接还给他不就行了吗？关键是我已经答应送给俺岳父了，俺岳父上次也见这块银元了，也是非常喜欢。准备过年去他家给他带回去的。你说这突然给我要走，这不是显得我给说谎了吗？哎呀，原来你这是已经答应许给那岳父了。你这是属于典型的一家女许两家，这事儿啊确实有点难办了。站在你的立场考虑啊，确实有一点为难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那岳父这边还好办一些，可以适当的换其他银元，但是人家闺女结婚的定情信物，说实话，这是用多少钱，他也买不回来了呀。我感觉是我邻居啊，说话不算话啊，这是在故意刁难我。你也别忘了，他的面子是面子，我的面子难道不是面子了吗？哎呀，咱先把这个面子啊放一边，我看你对这个银元也不懂。说实话啊，2000块钱你平时买不来这种银元。像这种大清宣三，虽然说平时啊很常见，但是它在龙阳3000克里边啊排行老2。但是你拿过来的这一块，它这个品相特别好。你看评级，它给的是 MS61分。一般像这种状态的银元啊，基本上都是没有流通过的，物以稀为贵。像这种状态的比较难遇，你出2000啊，平时之中买那种带伤的、有缺的，所以啊，仅靠2000块钱啊是不可能买到的。再来看这块银元的状态，你看，虽然说不是最贵的阿后点，但是壁面你可以看一下，全部都带光。大清主要是看它的花枝和龙鳞，你看它的花枝、龙鳞，这都是非常漂亮的。底板品相确实好了没得说，两面说实话，我这看啊都是无可挑剔。就这样跟你说吧，就目前你这个银元的状态而言，我轻轻松松给你估价15000是完全没啥问题的。15000，对，我那个乖乖真值那么多钱吗？对呀，我干脆啊，邻居我也不还他了，岳父我也不送他了，我直接卖了钱我自己花。老板啊，今天都给你搁着吧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也真要不了，原因有2。第一个，价钱不对称，2000你买15000的东西不合适，对吧？你在那邻居面前不能失信于人。第二，这个邻居关系啊非常重要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建议你啊还是还回去。我感觉说的这话咋样？我感觉是他失信于我了。这个东西我给你搁着，你也不要。不要。你不要，反正我卖15000，我卖给其他人，这个价钱我已经知道了。三思而后行。我卖了我自己花。